大家好，我是婷婷，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真的是含泪讲，笑着剪，嘴角疯狂上扬，内心五味杂陈。我一个平平无奇的红娘，居然见证了一场世纪相亲事故。主角是我极力推荐的优质男台湾来的阿成，35岁，工程师，人在高雄，工作在台中，工资也不低。最关键是人真的很客气，讲话轻声细语。一看就是那种妈见夸的好人，结果他在厦门的第一次相亲，第一次哦，就被一个35岁的本地女子震到原地爆炸。这女生到底干了啥？别急，我慢慢给你们扒。阿成是通过我台湾那边的朋友介绍来找我红娘服务的。他跟我说，婷婷，我其实蛮喜欢厦门这边的氛围，也希望能找个个性温和，愿意一起慢慢过日子的女生，不一定非要长得多漂亮。最重要是好沟通。我听着这话心想，你说的很对，但你可能没准备好面对现实。我那段时间确实有一个档期空出来的女生，叫芳芳，厦门本地人，35岁，长得算中上，气场也挺足，是个美妆博主，自己做点带货，接广告，外表光鲜亮丽，收入不差，对自己要求也高，但问题就出在这要求2个字上。他跟我说得很清楚，婷婷，我要找的对象必须有上进心，长得不寒碜，收入稳，身体健康，思想不油腻，最好还有点审美。我当时其实挺犹豫的，我觉得这俩人的频率好像不太搭，但碍于我那天正好没空开别的局，就想说试试看，万一成了呢？结果我这万一差点整出个万一出事了。见面当天是在思北的一家网红茶餐厅。我陪着坐下刚5分钟就察觉不对劲，芳芳穿得特别讲究，一身纯白连衣裙搭配黑金爱马仕包，口红是迪奥尔999，指甲刚做完粉色跳色美甲，全身都写着精致女人。但她看阿成的眼神从一开始就是审视加观察加评估。阿成那天穿得很普通，就是 T 恤加牛仔裤，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还带点笑，一见面就很有礼貌地说，芳芳你好，我是阿成，第一次见面，你比照片还漂亮。我心里一个哎呦不错哦，觉得开场还挺顺。结果芳芳直接来了一句，你是做什么工程的？年薪多少？大概换算成人民币能有多少？阿成愣了1秒，尴尬的笑笑，我是做设备自动化相关的，在台中，一年大概100万新台币左右，换成人民币差不多20万上下吧。芳芳当场点点头。开始喝茶，但我敏锐地发现他眼神变了，变成了那种我先记一笔的感觉。接下来的10分钟，场面开始魔化。芳芳开始语速加快地抛出一连串问题，语气仿佛在开公司招标会。你们台湾人买房方便吗？你在那边有没有房产？如果我嫁过去，能不能在家不工作，先适应一下环境？我妈年纪大了，以后肯定要来一起住，你那边家里房子够不够？结婚的话，我希望你能准备一套婚房，一个婚礼预算不低于30万人民币，还有一个车。我当时听得瞠目结舌，这哪是相亲，这根本是谈合资企业成立协议啊！阿成整个人都懵了，但他还是维持了基本礼貌。你这些需求我理解了，不过我觉得我们还不熟，就直接谈这些，你会不会太快？芳芳居然直接对，那你来大陆相亲，难道不是打算认真找对象吗？你不提前规划，等到感情了才发现对方要求太高，不是更浪费时间？哇，我当时真的是快摁不住椅子了，气氛僵到连旁边桌的小情侣都不敢吵架了。你以为阿成会当场走人？不，他没有，他竟然拿起水杯轻轻喝了一口，淡定说了一句，你真的很有想法，难得一见。芳芳一听以为夸他，谢谢啊，我就是不喜欢扭扭捏捏，有啥说啥。结果阿成笑着补了一句，我活到35岁，第一次见面就被要求房、车、礼金、带母迁户、居住安排全谈完。真的，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人。这句话杀伤力十足。芳芳脸色瞬间从我是女王变成我是不是有点过了，我赶紧打圆场。哎呀，大家可能都太认真了，这只是初步了解嘛。但气氛已经完全没救，后来这场相亲当然就草草结束。当天的相亲结束后，阿成明显有些不愉快，
我当时也有点不知所措，但我还是尝试帮他们缓和一下气氛。可没想到第二天，芳芳居然在她自己的朋友圈发了篇警示文，这篇文章简直比网络爆文还爆，字里行间满是自我安慰和高傲的教育式吐槽。她写道：做个独立女性，不依附任何男人，真的非常重要。很多人总是觉得自己可以为对方妥协，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种人真的不值得你付出？明白了吗？遇到不懂得珍惜你的人，要果断放手，不然就是浪费自己时间和青春。还配上了一张他举着茶杯的照片，背景是厦门市区的美丽街景。你敢相信，他居然把相亲对象说成了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人？我看着这篇警示文简直要笑出来了。他所说的时间和青春，真是全网最不真实的词汇。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你要独立没错，但连基本的礼貌和现实的需求都不理解，能不能别拿独立女性这块招牌乱刷？我当时一口水差点喷在屏幕上，心里忍不住想，芳芳，你真的是从哪个二次元空间穿越过来的吗？事后阿成回到了台湾，朋友们知道他这次相亲的经历，都觉得特别有趣，但其中有个朋友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把他那段相亲的神奇经历发到了台湾的相亲群里。你们知道台湾相亲群是个什么地方吧？大家彼此都是陌生人，但情感爆发和段子都多得不行。阿成刚一发言，整个群就炸开了锅，大家争相评论。阿成原话大概是这样：这次厦门相亲真是让我看到了社会的多元化。我遇到了一位30多岁的小姐，第一次见面就给我列出了各种要求，房、车、彩礼、父母同住，最后连婚礼预算都出来了。我自己倒是觉得没啥问题，只是他似乎不太理解相亲的意义是互相了解，而不是谈条件。群里的朋友们一片哄笑。阿成，我没想到你被女性文化冲击的程度这么深，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才没准备好。给我看看他的朋友圈，看他是不是发了独立女性自我救赎手册。说实话，阿成，你已经很克制了。我敢说他不是要找男朋友，是找合伙人。群里的段子接二连三，大家居然开始用阿成 X 芳芳来编排各种爆笑故事，甚至有人模仿芳芳的语气编了一段对话：阿成，你的车是什么？我听说台湾车不好，我的车有奔驰，你一定得配得上我。大家又笑疯了，这不就是那个三观炸裂现场吗？阿成自己也很无奈，但他说，大家这么一笑，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头号热门话题。但不得不说，这种事发生以后，我也开始重新审视了这次相亲的后续发展。看到阿成从最初的迷茫到现在变得有些释然，也算是种成长吧。与此同时，芳芳也没闲着，时不时在她的朋友圈发布一些带有暗示性质的内容。真正懂得珍惜的人，是不会在一开始就对条件过于苛刻的，或者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迷失自己。爱情是自由的，不应该有任何条条框框。这些内容让我简直头皮发麻，这完全是在变相为自己的高要求辩解。他在无形中把相亲的结果怪罪于对方不懂得体谅，还认为自己过于独立反而吃亏，真的是有点自恋到极致了。他的一些朋友开始给他打气，鼓励他要更加坚定，以后找个更合适的人。但我实话实说，芳芳的标准恐怕真的是给自己设了一个无敌模式，很难找到符合他那种标准的人。甚至连我作为他的红娘都觉得，未来的他可能会成为传说中的单身贵族，而不是他所期待的独立女性的代表。回到台湾的阿成在朋友圈发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每次相亲都是一次了解自我的过程，也许以后我会更注重双方对待感情的态度，而不是一开始就被过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规范所限制。这句话我看了以后，顿时觉得他是从最初的震惊中走出来了。阿成也重新认识到了自己不该轻易去迎合别人对于相亲或者婚姻的既定想法。他慢慢懂得了，相亲不是交换条件的市场，而是两个人真心交流、互相理解的机会。而他通过这次相亲，恍若大梦初醒，原来自己并不需要去适应别人设定的框架，而是应该坚持自己理想中的那种爱情，平等、真诚，不带压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成渐渐放下了这段经历的遗憾。
他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更多台湾本地的女生，逐渐打开了自己对婚姻的认识。虽然他从这次相亲中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但他依然保有对于爱的渴望。我相信接下来他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他，而这一次相亲经历也将成为他人生中的独特印记。当芳芳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相亲后感，直接点燃了整个朋友圈。她甚至在某个微博上发了一个带有标注独立女性的帖子，内容大致是：男人不配做评委，他不喜欢我就走人，反正我也不缺。这条微博一出，简直就像投下了炸弹，网友们都炸开了锅，各种评论如潮水般涌来。哈哈哈，不愧是新时代女性，连相亲都能这么革命性。阿成这时被雷到没反应，真的是很佩服他还能保持沉默。不得不说，福建的相亲文化真是五花八门，每个人的口味都很特别。不但网友们起哄，甚至媒体也纷纷报道，成为了当周最火爆话题。这种现象级的社交新闻总是能迅速吸引眼球，整个事件不久后成了社交平台的热议对象。芳芳的警示文和相亲前因后果被无数人转发和评论，她一度成为了网络名人。可问题是，这样的关注真的值得吗？网友们对芳芳的独立精神提出质疑，有的说她不懂得宽容与妥协，有的说她根本就是伪独立，只不过是想用自己设定的标准去挑战传统婚姻观。至于阿成，他虽然一开始也感到有点尴尬，但他也觉得自己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了成长，至少他学会了怎么应对一些有趣的相亲场面。而芳芳的那些言论反而让阿成有点不屑了。他说，如果一个女人在相亲中这样自命不凡，那她怎么可能真正懂得体贴、理解和尊重别人？这句话一出，再次让群里的朋友们笑成一团，甚至有人开始戏称阿成是台湾相亲界的智者，一言不合就能让人醒悟。随着网络事件的持续发酵，阿成的朋友们开始鼓励他去放下过去，迎接未来。这时候，一位在台湾相亲圈里久负盛名的女孩突然对阿成产生了兴趣。她叫静静，是阿成的高中同学，曾经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及时联系。静静和阿成有过一段很纯粹的青涩回忆，分开多年后，她一直保持着对阿成的关注。听说阿成这次的相亲经历后，她主动联系了他，表示想要再见一次。她的联系方式让阿成有些意外，但心里却有种莫名的期待。他们约在了台北的一家咖啡厅见面。静静的出现完全打破了阿成对于相亲市场的固有印象。她看起来既成熟稳重，又带着一点女孩的娇俏。和她的对话非常自然，没有那种从一开始就把条件摆出来的架势，反而聊得轻松愉快。他们聊到了从高中到现在的变化，从彼此的生活到心情，从各自的梦想到一些生活琐事，话题聊得很开阔。那一刻，阿成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熟悉感。他知道，这才是他心中渴望的相亲方式，没有压力，也没有刻意的展示，只是纯粹的交流和理解。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不需要跟芳芳设定的那些标准去比拼，也不需要为迎合外界的眼光去找一个完美的理想型，只要自己和对方能心平气和的相处，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那么重要。他们约定再见一次，这一次他的心态已经不再是要满足对方的条件，而是让自己更加真实地展示自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真正契合的另一半。阿成和静静的关系渐渐升温，经过几次愉快的相处，他们开始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甚至聊起了未来的计划。阿成变得更加明白，他不再是那个因为别人的意见而左右摇摆的人。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一个真实、善良，能够与自己并肩前行的伴侣，而不是那个把条件放在第一位的标准化女人。这段经历让阿成成长了许多，他发现自己原本看重的那些物质条件，反而成了生活中最不重要的部分。爱和被爱才是最值得追求的事。至于芳芳，她依旧是那位高要求的独立女性，但她的未来会是怎样，谁也无法预测。她或许会继续在人海中徘徊，寻找那个完美匹配的男人，但也许她再也不会遇到像阿成那样平静、成熟的男人了。好了，宝贝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我真的是忍不住替阿成拍手叫好。
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相亲路上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分享哦。下次再见啦！